当我们把这个整位做完以后，我们剩下的就是把整位与下面的这个分析面呢，我们进行一个修剪，把它多余的部分我们把它去掉。那同样的，我们选择插入，选择我们的修剪片体啊，把我们下面多出来的这一节，也就是说从这一条黄色的片体所过来的多余的这一部分，我们把它去掉啊。我们选择它，然后呢选择边界，选择我们这一块片体，确定这一块呢我们把它去掉。那这一个位置啊，我们就把它分形完成。剩下的就是我们右边的这一块，这一块呢我们能够通过啊我们这个产品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整位是比较多的，有1、2、3、4个，是吧？那我们剩下的就是把它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去清除它啊，可以直接呢我们用自己如果说还没有找到这个分析面在哪里的，还是可以进入到一个面分析的一个状态啊，进入到这个状态，然后再去抽取我们的分析面，这样子的话呢，会减少一些错误的发生。我们把这一些分析面的位置啊，全都给它抽取出来。抽取的时候呢，大家要细心一点啊，千万不要抽取错了。但如果说抽取错了呢，也没关系，我们按住我们的 Shift 键，在左键鼠标的左键点击我们所选错的那一个面，可以取消掉。这一边呢，因为这里呢跟那一边是一样的啊，我们是在 R 角边缘的，我们要去抽取线，所以我们这边呢就不去抽取它了。抽取完成以后啊，我们再把它做一个延伸。这一个呢单独去延伸呢，我们会比较慢啊。我们可以在延伸之前呢，把这一些分析面，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也就是最开始呢就把它进行一个缝合，再插入组合，选择缝合啊，选择我们的这些分析面，全都给它做成一块整体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一个公差值呢，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改大一点，改成 0.0254 啊。一开始默认的是 0.001， 0.001 太小了，它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这个产品呢，大部分都是用 Play 画的啊。然后我们 UG 呢进行一个分模，两个软件之间它默认的公差值呢是会有区别的，所以有一些产品在我们的 Play 里面啊，它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没有烂面啊，或者说没有间隙。但是我们如果说进入到这个 UG 的软件里面，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更改。这个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啊。然后我们再给它去进行一个延伸。刚刚不小心点到我的一个点了确认的啊。这个位置点完以后呢，我们这一边是吧？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还是一个面一个面去点，就是这样子的，很不方便。我们可以用框选的方式啊，去给它全部选中。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所选的啊，我们给它加长一点，好吧，150。那这一边的一个位置呢，我们没有选到了，刚刚还是说我们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如果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这个位置呢，我们就不要它了，选都选不中啊。我们更新一下，好吧，视图布局更新显示啊，然后把我们全部的东西呢放出来，我们呢再去一个去除参数。在我们的编辑特征选择我们的一个移除参数，然后呢，我们选择一个 Ctrl+A 啊，也可以，或者说自己的用鼠标去框也行，选择应用。当我们完成以后呢，我们单独的把它放出来，看能不能够把我们刚刚没有延伸的位置啊，还能不能够进行一个延伸啊？证明我们在这里好像选不中了，这个位置可能会有问题啊。可能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就不管它。为什么我们不管它呢？这个产品本身的一个
面我们既然已经选取不了，是吧？证明它是一个失效的，也就是说它看着有，但是实际上面对于我们而言是没有任何的意义。那既然它没有意义，我们就可以把它选择干掉啊，自己选择去做。我们做之前呢，我们有2种方式。第一种呢，要去看它是不是一个标准的啊，要去先去检查。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标准的，那我们可以直接用面导圆的方式啊，我们把它导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它不是标准的，那我们就可以呢用我们的一个网格啊去给它做出来。那我们先去检查，可以呢用我们的分析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局部半径，我的这个软件呢是 8.5 的啊。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找。如果说低版本的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几何属性，也就是在分析里面呢会有一个几何属性。我们呢同样的啊，能够看它是不是一个标准的。那我把我的这个鼠标的箭头啊放到这个 R 角上面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到都是 3.021， 那证明它呢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则的一个 R 角。包括这一边呢，我们也可以去试一下，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改变。还有哪一个位置？还有这一个位置是吧？啊 10.07，也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改变。当它没有改变的时候啊，证明我们的是规则的标准的。那现在我们这里是变成一个缝合的一个完整的整体，我们要把它拆分掉啊，才能够去做。那同样的，选择我们的组合，选择取消缝合。取消缝合呢，只选择我们有问题的这个 R 角，给它取消掉就可以了。啊，这6个。然后呢，我们把它呢去掉。啊，这里有一点点连起来了。啊，不要它了，还是。好，这个位置我们是有的啊。是有啊，刚刚我们进入到的那个分析界面啊，它显示没有，很难受，所以我们把它返回去算了，不用去做它了，好吧？啊，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折射显示啊，它是有的，所以既然它是有的话，我们用它呢直接跟我们的一个产品呢求差就可以了，啊，在插入里面组合选择求差，选择与我们的产品。啊，当出现这样子不相交的情况，那就是说有一个位置肯定是有问题的，啊，有问题。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你去求差的时候求不了啊，那我们先不要着急去想着哪里出问题了，我们先去想另外一种方式。那也就是说，在插入里面啊有一个修剪我们的片体，我们先用这种修剪的方式去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些边线啊全部选中，然后选择边线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呢要把这个位置呢打上勾，允许目标边界。啊，把这些位置的边线啊，我们全都点上。注意点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点到面啊，不要点到这种水平的面。我们所做出来的分析面呢，千万不要去点到，我们只要点到这个边线，因为我们是要把它里面的这一节把它去掉。我们把它去掉这一节。我们把它这里的去掉它啊。然后呢，我们再选择这一边。啊，注意这个边线啊，去选择的时候呢，大家尽量细心一点，不要断了。如果说断了的话呢，肯定就不行了。当它出现这样子红色的点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像一个爆米花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证明这个位置啊是有问题的啊。就算你选中这个边线，你也是剪切不了的，所以呢，没有任何意义。
那我们选完以后，我们再选择了我们的应用。啊，现在这样子呢，我们能够看到里面的这一节呢，我们已经把它去掉了。我们可以去除参数啊，编辑特征，移除参数。那我们能够看到了里面这一节呢，爱这产品里面的这一节是吧？我们已经把它去掉。所以呢，当我们用求差的方式去不了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而不是直接把这个片体呢去把它砍开啊，去找这个位置到底哪里有问题，是吧？啊，这个命令呢，我们的目的啊只有一个，但是我们不同的命令，我们都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呢，大家这个呢就考验大家的一个命令的活用。然后在这一个位置呢，我们还看到它与我们的整位位置呢，还有一部分是多余的。那同样的啊，我们也是用我们的修剪片体，选择了把它去掉。啊，那这个位置呢，我们就同样的啊，也把它做出来。当我们把这个分形面做完以后，我们剩下的啊，就是把这个整位呢，我们就修整一下。因为这个整位，如果说我们按照现在的这种方式所做出来的，它的整位完全是相通的，它的长度啊，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长度呢，我们只要保证我们有足够的分交位的长度，一个距离我们就足够。啊，如果说我们这样子去设计，第一个我们在我们的加工上面啊是有去进行一个浪费的，加工的一个成本浪费，这是第一。第二个，对于我们钳工而言，它在装配上面啊会有一定的增加一定的难度，因为它本身假设我们只做这么多是吧？它只要配合这么一点。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全都把它做通啊，那这样子啊，它全都要去配合，这是第二个啊。还有一个呢，它在飞模的一个角度上面的层次上面来讲，它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个位置我们全都是弧面啊。我们分形面呢，从好坏来讲，我们是分为一个平面、斜面。第三个呢，才是我们这一种啊圆弧面规则的。还有第四种呢，我们异形的，就是说没有一些规则，或者说几个圆我们连在一起，属于异形的啊。那我们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把它多余的位置呢，我们把它切掉啊。这个位置呢，我们切之前呢，我们肯定啊，首先把它取消缝合了，插入啊我们的一个组合取消缝合，把这一个位置这一边我们全都取消掉就好。啊，取消完成以后呢，我们去除一下参数，然后呢，我们再从这个位置呢把它切掉它一截，把我们的坐标轴呢放到这个外围，然后这里出来的一个整位，我们做到一个8个毫米左右，8到10个毫米我们就足够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产品多大啊，460、557，那它要做多一点啊。我一直以为这个产品很小，开始没聊啊。我们做到一个20吧，好吧。我们选择这一块啊，我一直以为这个机壳的成品，我以为它很小。我们选择这个啊，我们这里做出来了20啊，然后我们把它切掉，然后呢，我们去除参数，这一节呢我们就不要了。这一节我们也不要，所有的包含这个 R 角的位置啊，我们都可以把它去掉，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插入网格曲面 N 边曲面，我们把这个位置呢给它补起来，这一边呢同样的啊，我们也可以不用一条一条线的去选啊，我们直接用宽选的方式啊也是可以的，包括这一边。啊，它不是外环了，是因为这2颗线之间呢有间隙。
当我们选完以后，再把中间的这一节呢，我们给它补起来，还是一样的啊。我们用这个网格 N 边曲面，当大家感觉到你的电脑啊，如果说用这些命令的时候稍微有点卡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预览给它关掉。那这个呢是我们所做出来的啊。当然呢，这个位置我们做出来的，在这里呢会有一条在面上面啊，我们看到它是有一条接线的，是吧？如果说你们为了追求完美的一些同学啊，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完整的片体，这样子做过去啊，然后再把里面的这个位置呢把它切一下，也可以啊，但是那样子呢耗费的时间比较多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借鉴一下，但是真正啊，如果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些小问题的啊。那剩下的呢，我们再把这一边的一个位置啊给它做起来。那我们这一个位置的分型呢，就外围的一个分型，我们就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啊。我们这个位置呢，用我们的拉伸还是一样的啊，插入啊，我们的一个设计特征，选择我们的拉伸，还是一样的，选择我们的这个面。这一边的这个边线呢，我就没有去做一个修整了啊，因为那一边的话，我们已经有做了一个优化，是吧？因为它会有很多的断线啊，这个位置都已经开了啊，这个产品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啊，也就是这个位置呢，它产品的位置在这里呢，有一部分啊，我们是没有接到的。那这样子的位置，我们去区分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好做。那我们首先呢，一样的，先把它的线呢抽取出来。啊，抽取我们的一个边曲线，把这个线呢，我们先抽取。这个位置是断开的，是吧？我们先不去管它。然后这里有一节，这里有一节。哦，这个位置呢也一样的啊。先把它抽取出来，抽取出来完成以后啊，我们再去看一下它是哪一个位置啊有一点问题，那就是在这里，是不是？这个位置没有接到，这个位置没有接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观察啊，它呢在这里呢是没有连到的。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你是直接双击这一条线，双击我们这一条短的线啊，把这一条线的点呢，我们跟这一点呢把它重叠，这是第一种方式啊。第二种方式呢，我们这一条短的线条啊，我们可以不要它了，大家可以测量一下。当然这条线条只在很短的时候我们才能这样子去做啊，像现在 0.5 是吧，我们可以没必要要它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把中间这一个位置呢，我们重新去做一条，把它连接起来啊，选择我们的插入，在我们的曲线里，来自曲线级的曲线啊，这个位置呢，我们有一个桥接，那也就是说把两条线呢，我们把它接起来，选择第一条。注意啊，选择线的时候只能够选择线的一个端点的靠近端点的这一部分，不能够选择另外一头。然后呢，再选择这一头，选择应用。那这个位置呢，我们有看到它是连接起来的。当我们连接完成以后，再去做我们的一个分型面拉伸。我们把它呢往这边拉动啊，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这一个分型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再把我们的产品放出来，多余的位置啊，我们可以把它修剪掉，去除参数。先看一下这一边，这边呢我们还没有接到，是吧？那也就是代表了我们这一个绿色的它比较短，我们把它延长一点。啊，延长10个毫米，让它呢能够接触到了以后呢，我们还是一样的把它长出来的一部分，我们把它修剪掉。
那这一边呢，同样的啊，我们这一要切的是我们要把绿色的切掉，那我们这个黄色的呢是作为一把刀去切的，是吧？但是我们现在这黄色的比我们绿色的呢它也小，所以我们这把刀呢比我们要切的东西是小的，那我们肯定是切不开的，是吧？所以我们在切之前呢，我们要把它呢去掉，把它去掉。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啊，也就是我们不用去切的方式。那我们在我们的插入里面还是一样的修剪与延伸，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的制作拐角我们原先延伸的是选择按距离，那我们这里呢直接选择制作拐角。那我们这样子呢就不用去修剪也可以。我们把它的一个方向更改一下看到没有？我们现在是这一边没有了。返回一下我们的插入，我们的一个修剪修剪与延伸，我们选择单个面，再选择这个面不能选择相切，还是一样的选择单个，这边选择上面我们选择应用。要看一下这个箭头如果说不是你去掉的，不是你所想要去掉的，我们把箭头的方向改变一下我们就好了。那我们这个位置呢就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分形面。那我们外围的分形面做到这里呢，我们就已经做到差不多了剩下的一个优化，我们等到全部做完以后，我们再继续进行一个修改，或者说进行一个优化。